男人开着粪车来学校门口接女儿，引来了无数孩子围观。闺女一出校门，人都傻了，女孩委屈的直哭，下了车就要自己走回家。那一刻，她便在心里发誓，长大后一定要出人头地。星瑶辞了火车站的工作，偷偷跑到城市打工，刚攒点钱，打算合伙创业呢。当爹的就找了过来，他要带闺女回家种田。农村的种粮先进，我以你为荣。你放不下撂荒的地，我也特别能理解。但是你不能要求我也要去干同样的事情吧？我好不容易努力地走出了农村，我就想在外边闯闯，有点出息。而且我现在已经找到我想要做的事情了，我希望爸爸能够理解我，支持我。女儿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爸爸犹豫再三，也不知该如何开口。可回村里被人问起来，他还得打肿脸充胖子。他在单位很受重用，马上要把他往上提。可我们女儿说了，我回来，一可以照顾我爸爸，二可以给家里的事情搭把手。多懂事，多体贴，多温暖。哼。啥叫先斩后奏？啥叫赶鸭子上架？西瑶赶农忙，回家给家里帮忙，一进村就觉得怪怪的，怎么谁见了自己都要招呼一声回来了？得知是亲爹搞的鬼，他也很无奈。可看着村里也没个年轻人，大部分撂荒的地都扛到了爸爸一个人肩上，他又说不出的心疼。星瑶犹豫了，但是思来想去，还是选择了自己的创业梦。当爹的没有来送行，而是去银行给闺女转了点钱。可星瑶真的能在创业上找到自己的心之所向吗？男孩照顾着家里的西瓜摊，星瑶看在眼里，回想起刚才同学聚会，只是听说自己要回老家种地，那帮人就一个比一个刻薄。不是吧？哎呀，这有什么好说的呀？那肯定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嘛，要不谁愿意当农民啊？是不是秦瑶？你说对不对？这农村的生活怎么能跟城里比啊？再说了，真要发展起来，不也是任重而道远的事吗？哎，首先啊，我没有迫不得已。再说了，你往上数3代，谁家没有农民啊？我现在倒是有点惭愧，我就想能为我的家乡发展做些什么。你这团支书的格局一下就打开了呀！星瑶的格局一打开，倒还整得其他人没了话。借此，他也打定主意，要为家乡发展做一份贡献。正巧赶上一场秋雨，星瑶穿上雨衣就要下。田爱卿的那手我爱着土地，也不断的在他心中回响。雨越下越大，要是动作稍微慢点，没能及时把雨水放出去，今年的庄稼就彻底完了。好在闺女赶来了，我回来帮你，我不走了。瑶瑶说她不走了，回来帮我们。100万，我和你妈妈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钱，我不同意。女孩打算贷款100万，为家乡整一片上千亩的现代化良田。当爹的种了一辈子地，哪见过这阵仗？你下次贷这么多的钱，没事，你贷这么多的款，你都不跟家里人商量商量，你就跟方学农你们两个就爸爸理解不了女儿是咋想的。辞职回来1年多，明知自家地都快忙活不过来了咋？难道拿着100万买几个无人机，上千亩的地刷刷就能长出粮食来？压根是不可能的事吗？着急，你听我跟你。方学农，哎呦，这事可太伤事儿了呀！爸爸，俩人加起来岁数都快上百了，就这么在村头田间玩起了，你追我赶，连拖鞋都快甩飞了。平日里是爱戴你、尊敬你、叫你一声哥，100万呐！你这不是把我们摇摇吗？学农扑通一声下了水，趴在池塘就开始练蛙泳。等被人拽起来后，才发现水只到自个的膝盖。即便如此呀，女儿依旧热情不减，连着邻村一起将土地收了个七七八八，就差老胡那最后100多亩了。老胡家就包我身上了。胡说！我们这东西提挺多，挺累啊。老胡说他不在家。你这啥人这是啊？给他2个家！不交。东西放门口了，您有空出来拿啊。男孩抱起老爹就走，没办法，谁让他享受人家手里那100多亩果梨呢？可即便是天天换着礼上门，他也没成功进去过一回。男孩如此锲而不舍，得到的回应却是一身的脏水。陈家的，以后别再来了。眼瞅着1000亩的现代化良田被老吴家的果敌一分为2，男孩说啥都不想放弃，硬是拉着亲爹开始绕道修路，可脚下一滑，人就栽到了沟里。没事，我自己试试，我自己试试。被温柔的医生小姐姐搀着，他倒还有些害羞。我是修路不小心摔了，
修路，你不是种粮食吗？我是为了扩大种植面积，但是这地啊中间有一片果林，他们不愿意挪，也正常，谁愿意把一块好地挪到一个不好种的地呢？山路又不好走，车也上不去，所以我跟我爸就，我跟你说这个吧，不无聊呀，我家就种水果的。你家就种水果的？那你。男孩瘸着腿想再试一次，不成想老胡竟然亲自出来迎接。我又来麻烦您了。我们同意了，快！山上的地我们没种过，这上山下山都很麻烦，都是种地，为什么不挑省心的种呢？我们是真不想乱，不过看着你们那么辛苦的为我们做这些事儿，我这心里呀热乎乎的。政府又给了这么好的政策，李书记为这事又亲自到我们家来了一趟，我们要是再不同意呀，就不讲道理了。原来啊，书记听说了这事，直接亲自来了一趟，给老胡说清了事情的利弊，再加上闺女在旁边一劝，这才做了决定。瞅瞅爱情不也跟着来了？闺女当着自己的面跟着眉来眼去，嘘寒问暖，臭小子甭提多得。意料解决了果林的事，新瑶那头立马就安排了各种农业机器，还专门请来老师来给村里人上课，撒农药化肥的机器，监视稻田情况的机器。乡亲们老了，还互称了一次同学。可新瑶自己又遇见了难处，忽然定了这么大批量的秧苗，最少都得提前1个季度下订单，上千亩土地摆在这，他实在是等不及。好在书记得知情况后，联系到了水稻研究所的教授，暂时解决了这个问题。老公，镇上这卫生条件行不行啊？没问题。再说了，这小孩生病发烧几天不很正常的事儿吗？别太担心。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呢？你自己看他的手，还有腿，你看，哎，不知道被什么东西咬了，这么多包。这不就蚊子咬的吗？医生说了呀。这没事儿，你不用太紧张。我不是也是村里长大的吗？这刮风啊，是要下雨啊。哎，那棚里的那些秧苗行不行啊？我看你回来就跟变了一个人一样的。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跟新瑶这些天在忙什么吗？你是不是铁了心要专心搞农业啊？陆教授，研究所的棚已经腾出来了，太好了！抓紧点，抓紧！来，我们先过去，你这边说烟传。好。你先过去啊！有！等孩子的病医好，直接带着就要回城里，两人开始了漫长的分居生活。我呢想办一个育秧育苗的厂子，但是资金不够，我家里能抵押的全都抵押了。我本来不好意思跟你开这个口，但是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你能不能借我一笔钱？呀，这钱我不能借给你，不是我不愿意了。你看你现在负担很重，我没来得及告诉你的。我想好了，这医院工厂的事儿啊，我来弄，你把地种好。那我们可以一起弄啊。不行，这也是我转型的赛道，还有这生意。现在为各位广大村民提供4种优惠，秧盘4元，望村民们积极配合。哎，叔叔婶婶们，这1亩地
我们最起码要25个央盘是吧？对呀，那100块了，我们自己育央20、30，好了啦，根本抢钱啊！是啊，太贵了，对，我们不能接受，不能接受。没看出来哈，他老冯家的儿子心原来是这么黑。就是这是谁家地里的呀？我家的。老孙啊，怎么又是你啊？不是你家总共那么几亩地，不是没完了是不是？是咋没完上啊？孙叔，你说水泥把这个庄稼给浇了，你看到了吗？看见了，大家都看见了。好，那你觉得这个事情怎么解决合适？赔钱，赔钱，必须给说吧。赔钱。那这样，你觉得这一回赔多少钱合适？哎，我算一下啊，这个种子，化肥、农药、人力，哎，还物力了，不多，2000块钱了。方总，就你家那点地，你就是中大丰收了，也就是千把块钱。啊，你张口要2千，这样话吗你？不非的，听我说，我赔2000块，我赔，好吗？那个还有啊，我家那块田水也从这儿过。哎，我家也从那边过，我家也是。别，停！不是你们家的庄稼都是好好的，不从那儿过就是我们的错啊！这不是讹人吗？这不是？你还是讹人呢？是啊，怎么能是讹人呢？你这个工地上也没有用我们的人，就他们这施工规不规范都不好说。那要到时候这地里长不出庄稼怎么办？你要是不想出这个钱呢，咱们就立字为据，这2000块钱先押给我们，等庄稼长出来了，我们再退给你。这不没事，赵叔，字据呢就不用立了。这建厂的事儿啊，给大家伙也添麻烦了啊。这往后中间要有任何问题，大家觉得不对的，随时来找我，好吗？这个我们今天财务也在这儿了，孙叔，你跟财务你们去把钱结了，好吗？大家都散了。咱见不说。你说。我说句公道话啊，就你这个厂子啊，就别建，就是建好了，也没有人会买你们的秧苗。挣钱啊，得讲良心。谢谢你，赵叔，我明白了。你说的话还有这件事情，我会再考虑考虑啊。赶紧回去吧，天那么热，快回去了啊，去吧。谢谢。各位乡亲们，感谢大家还愿意来听我说话啊。关于这个育阳工厂的事儿，大家都是算了账，所以才会来找我算账。那我呢，也想跟大家算一算，你们自己育秧育苗，每亩20-30块钱，来买我的秧盘，每亩要100块，所以我就成了黑心商人，不孝子孙了。可是你们算过人工没有？去年的标准啊，一个人150块，管4顿饭还要接送，那一个人一天也就干半亩地，那种子种下去，这1亩地的成本400块打不住的，我说的没错吧？为什么我非要镇上出面要求大户非得要买我的秧盘？因为只有买这个秧盘，我们才能实现现代化、机械化的种植。我跟你们说，这插秧机每亩15块油钱，秧机手300块一天，配2个副手，一个人100，那3个人加在一起，一天油钱、饭钱1000块钱上下打住位。但是他们可以干出30多亩地来哦。三叔，真的30多亩？那你们算一算啊，这合下来还不到手插秧的1/10啊！还有关键，我们亩数多的大户，这经常找不到工，这为了不务农时，忙得连睡觉都顾不上的。我们现在
机械化、规模化的种植刚刚起步，高标准的农田越来越多。哎，这大型设备的实惠呀，大家慢慢都会感觉到的。大家伙就信我一回。那你也觉得信伟哥是唯利是图吗？就算真是这样，也无可厚非吧。大家都不是圣人。但你说投了那么多钱，不就是为了赚钱吗？只不过这2天信伟哥也确实忙，他怎么想的，咱们也不知道。信伟哥，如果是我为你们服务的央盘，这不能达到每亩增产10%以上，我收的钱如数奉还。还有，如果有减产的部分，我来负担，这就是我想干这件事情的决心。还有关于用工的问题，大家伙怪我活该，但是我就想立这个规矩。这些年不是没有人来投资，你看这漫山遍野的厂子的旧址，他们为什么来了又为什么走了呀？他们怕村里盘根错节的关系，怕不好相与的乡民惹不起躲不起，沾了政府的光，拍拍屁股走人了。所以我想做的，就想告诉那些所有在观望的投资者、企业家，回乡办厂没有问题，我们所有的乡亲都欢迎他们。那你们再想想，是3个人去分1份工资，还是我们创造3个岗位，分给3个不同的人，哪个能挣钱？啊，大家能想得明白吧？乡亲们，不是每一个有想法的进入农业的这种创业者呀，都能像我一样有这么好的地缘条件，里里外外有人帮衬，有跟大家伙说这么多话的机会。也不是每一个来村里投资的投资者也能像我一样对这份土地有故乡的感情。还能无限多的容忍大家的骚扰和质疑。我都不力维艰了，何况他们呢？对吧？新梅的事业逐渐有了起色，可家庭生活却离他越来越远。哪怕是儿子过生日，他都没有按时回来庆祝。孩子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媳妇也在一次又一次心碎。他终于下定决心结束这段婚姻。不管以后我们在不在一起了，我们俩都还是恩玉的父母，我也不想孩子听到我们吵架。新闻连一个解释的机会都没有，等媳妇再联系他时，便是一份冷冰冰的离婚协议。很快，当爹的也知道了，愧疚的把自己喝了个烂醉。我觉得他们俩挺好的，没到那一步啊。那你知道是为什么吗？老米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明白。就这事儿我请你来，就是帮帮我，帮帮我。放心吧，啊，新伟我找回来的，这事儿我管。啊！米书记亲自出马来找新维媳妇了解情况，他也不愿意，因为自己劝新为回乡建设，就害得人家夫妻俩闹矛盾离婚。两人的辛苦他都看在眼里，一个在村里为老百姓做事，一个在城里操心小家操心公司。两人不是没了感情，只是缺少交流的机会。几年大同发展的资料
你可以好好的看一看，你在这里头可以看到这个辛维，他为村里做出了多少的贡献，他在大同做出了多少的成绩。这辛维他不是个不顾家的孩子，他是分身乏术啊。这里头啊还有几封信，是你公公托我转交给你，是辛维给你写的信，但是他一直都没有寄出。小张，我是这么想，一个男人不愿意把自己脆弱的一面，把自己无能为力那一面展现在他爱的女人面前，这是一种多么矛盾的情感，我希望你能够理解他。小张，你们这么多年的感情，我相信你会认真考虑这件事情，你不会做出让你们都后悔的决定的。他媳妇听在心里也觉得不是滋味。辛维正忙着搬货呢，台风天大雨一下，很多地方都受了灾。他正纳闷他防封了路，媳妇是怎么过来的，一看那双腿便明白了一切。正巧自己先前买了3双亲子鞋，一直没机会拿出来。这是新鞋，你怎么又弄脏了？穿着舒服就行，脏了我给你洗。一家人齐心协力，就没有办不成的事。雨过天晴后，楚江跟医生小姐姐举行了婚礼，辛瑶也趁机带着班长跟家长见了面。一路的风雨险阻都没能阻挡他们回乡创业的决心。故事结束，以后还会更新类似故事，喜欢的一定要订阅，这样才能帮助小新坚持更新。下期再见。